你犯了什么罪？杀人。几个？3个，全都被我砍了头。杀够了没有？够了，够本了。不够，还远远不够。随着陈胜吴广义军兵临函谷关，大秦帝国已然岌岌可危。这时名将章邯挺身而出，力挽狂澜，决定带领10万囚徒扫平天下反贼。而为了激发这群亡命之徒的好战之心，他更是在皇帝胡亥面前求来了大赦令，并拿出商鞅变法来提高士气。在战场上，杀1人者可免刑期，杀2人者可记功，杀3个人以上者，不仅全家脱离奴籍，还能封官赐爵。一时间，徭役们欢呼雀跃，兴奋不已。因为对于他们来说，在这里服苦役就如同被判了死刑，此生更无出头之日。却没想到章邯给了他们希望，不仅可以离开骊山，还能争夺军功，衣锦还乡。看着众人意气风发的样子，章邯顿时充满了希望。他坚信这帮战意旺盛的军队定会助自己扫平天下反贼。这时他发现了一名被吊着的囚犯，便询问士兵缘由。士兵表示这货是个刺头，不服管制，还打伤了10几名坚守，因此才将他吊起10天以警众人。把他放下来，这不合法度。放下来，人都死了还挂着干什么？把他埋了。诺。但章邯怎么也没想到，自己的一时心慈手软，竟放出一员骁勇的猛将。然而就在他们将奄奄一息的囚犯放在地上时，却不想囚犯竟突然满血复活。顷刻间，他就徒手杀了3名士兵。见此，其他士兵纷纷上前要将其刺死，却被章邯拦下。眼看倒霉的士兵被活活掐断脖子，章邯才询问对方的名字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英布。刚才我说的话你都听见了？那又怎样？你不怕死？好，有种。不过人总会死的，或早或晚而已。干嘛那么着急？你以现在囚徒的身份去见自己的祖先，不会好看的。我给你2000人马，由你统领，做我秦军的先锋，去讨伐逆贼，愿意干吗？有钱没有？好，给钱就干。章邯深知非常之实用，非常之人，像英布这种疯子正是他们秦军所需要的。而没多久便证明章邯敢于大胆用人是对的。由10万囚徒组成的秦军，在章邯的率领下，宛如脱缰的虎狼一般，直击函谷关外的20万叛军。他们个个不惧生死，骁勇异常，只为了争夺战功，光宗耀祖。在他们的奋力拼杀下，叛军很快就乱了阵脚。而久为战场的章邯此刻也逐渐找到当年的手感，在万军从中大杀四方，犹如无人之境。而疯子英布也没让章邯失望，在他凶悍残暴的雷霆之势下，很快杀得叛军溃不成军。就这样，10万秦军仅用短短半月时间，就收服了函谷关外的各处失地。作为秦军先锋的英布可谓是居功至伟，而他也自此一战成名。章邯更是对其连连点赞，可英布对此十分不屑，直接向章邯要赏钱。拿来。什么？赏钱？你答应有的。急什么？大丈夫还忧贫吗？带你诛杀了陈胜，一并赏赐10000钱。陈胜还说杀了你给10000钱呢。哈哈哈哈！这时章邯叫住英布，告诉他因你作战勇猛，深受皇帝称赞，专门封你为彻后，赏万金赐千户。怎料英布却冷笑一声离开大帐，因为他知道章邯是在给他们开空头支票。而如今大秦帝国早已摇摇欲坠，他还不如去投个好去处。于是第2天一早，他便带着亲兵离开大营。然而没多久，这个消息就传到项梁的军营。函谷一战杀的周文丢盔卸甲的就是这个英布啊！我江东子弟性命珍贵，是不该跟这个野兽般的家伙硬拼。叔父是否要我杀了他？但项梁觉得这样的猛将杀了可惜，如果能为我们所用，岂不美哉？既然如此，项羽便请命亲带500校刀手，连夜前去会一会这个猛人英布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他们用布包裹马蹄，随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进英布大营。此刻酒醉的英布正在呼呼大睡，待项羽的马蹄踏进他的大帐时，这才将熟睡的英布惊醒。可等他起身时，项羽已然杀到了他的跟前。英布小儿，随我来！看着对方离开的背影，英布这才知道自己的大营被偷了。面对如此羞辱，自然是叔叔能忍，婶婶不能忍。于是英布毫不犹豫地骑马追了出去，更是以80迈的速度紧赶慢赶，眼看就要追上项羽，却不想树林中突然掉落一个大树，将他的手下挡在了原地。紧接着前方又出现一根绳索，没反应过来的英布直接被摔个人仰马翻。而就在他刚一起身，项羽的霸王枪就对准了他的面门。英布，你可知道我？人说项骑英勇盖世，我看不过是暗箭伤人的巧取之徒。听你的语气，不服？欺瞒狡诈，谁能服？既然如此，我们相约明日在两军阵前再战，我会杀了你的。但此时的英布还不知道他叫板的男人有多么恐怖。很快次日一早，两军对垒，而面对英布的2万大军，项羽却只带了500刀斧手，这让英布不禁的嘲笑他不知死活。不怕我真把你杀了，还挺有勇气。
看你有没有那本事。面对项羽的挑衅，英布怒发冲冠，当即率先发难。然而他的蓄力一枪却被项羽轻松弹开，见此，英布不得不认真起来。于是他再次策马出击，挥出长枪，犹如蟒狸岩洞。可项羽依旧轻松提马躲过，然后冷笑一声，就向远处策马而去。被激怒的英布当即催马紧追不舍，眼看项羽近在咫尺，英布提枪就刺，出手更是招招致命，但仍然被项羽轻松化解。而项羽仅仅反击一枪，就差点将英布震落马下。好在他抓住马鞍，但项羽并没有乘胜追击，反而像遛猴一样打完就跑。见此，英布恼羞成怒，便玩命策马追杀，势必要将项羽挑落马下，为自己一雪前耻。可无论在他的武艺上还是力量上，都无法在项羽面前占到一丝便宜。最后项羽玩腻了，突然一把抓住刺过来的长枪，接着用力便将对方硬生生挑在空中，然后再将其重重的摔到地上。此时的英布已然累得满头冒汗，反观项羽却依旧精力充沛，战意旺盛，甚至将兵器还了回去。可这反而让英布感到蒙羞。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实力不敌对方，但为了面子，就算死了也要拼尽最后一丝力气。眼看英布已然突破了自身极限，就连绝技凌家枪法都使了出来，但奈何双方差距实在太大，他在项羽面前压根没有一点优势，而且项羽还不断放水，处处留情，并没有取英布性命。但越是这样，越让英布感到羞辱。毕竟换作楚汉时期的任何一人，英布应该都可以拿捏，可今天只能怪他遇见了无人能敌的单挑王。就在他的长枪再一次被项羽徒手抓住后，英布才终于丧失了战斗的欲火，被项羽的马上和马下功夫彻底打服。不过项羽始终没有要杀了他的打算，只是单纯的要将他打得心服口服。好，能和我项羽交手数合，算得一条好汉。随后项羽邀请英布加入项家集团，承诺给他超高额待遇，不仅上4休3，还有5险1金。英布深知项羽的强大，跟着他混定能在这乱世中闯出一番事业。于是不久后，英布便加入项氏集团。然而另一边的刘邦可就惨了，原来就在前不久，喂不饱的雍齿趁刘邦外出之际造反，不仅霸占了沛县，还侵夺了他的女人。刘邦无奈之下，只能找项羽借兵回去干他丫的。然而项羽虽然答应借兵，但他有个小条件，借你5000，还我8000。李将军，我没这么多人。你有多少人？3000。加上我借你的，不就齐了吗？听完项羽的这句话，刘邦差点当场石化，借5000还8000，这不是妥妥的高利贷吗？显然项羽是要将他一口吞了。刘邦虽然很不情愿，但为了能报仇，他还是爽快的答应了。怎料离开之时，项羽却突然反悔。借你3000行吗？3000行，2000行，那800呢？其实项羽此番用意只是在试探一下刘邦复仇的决心，但好在刘邦意志足够坚定，并声称项将军不管借给自己多少兵马，这一仗他都打定了。最终刘邦只借到了800兵马，虽说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但还是强装喜悦告诉兄弟们自己借到了兵。可一听借到了800，张良直接懵了，便劝诫刘邦，这800人再加上你的人，想要攻下沛县根本不可。但此时的刘邦却表示得异常坚定，声称就算豁出自己的性命，也要跟雍齿死磕到底。而也就是刘邦的这番胆识让张良钦佩不已，于是他下定决心给刘季帮帮场子。从今以后，我手下的人全部归你调遣。第二天一早，刘邦便集合自己的部队，准备赶往沛县夺回自己的大本营。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军营时，就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惊到了。只见配备精良的5000项家军齐刷刷的列阵相迎。沛公、钟离昧率项家军5000兵马，听从您的差遣。见过沛公！见过沛公！刘邦愣在原地不知所措，毕竟这种阵势他还是头一次见，特别是5000人一起喊了他沛公，更让刘邦感到受宠若惊。这时项羽骑着高头大马走过来，沛公，报仇去吧，别忘了你我的约定啊！张将军，你放心，这5000兵马我一个不会给你带回来。谢项将军，谢项将军。转眼刘邦就率领大部队兵临沛县城下，而沛县士兵看着犹如天神下凡的项家军，所有人都吓得心惊肉跳。但雍齿却还想做最后抵抗，并吩咐手下去通知魏王速速派兵前来支援。可没多久，手下就给他带来噩耗。那还有什么魏王的人马呀？他们一听说是项家军到了，早就从东门跑了。这下雍齿是彻底慌了，军心更是大乱。有许多曾跟随过刘邦的人，竟然偷偷打开了城门，放刘邦大军进城。而雍齿为了活命，只能偷偷骑马逃离。不料雍齿最忠心的小弟竟反叛了他，
一个偷袭就将他打落马下。就这样，刘邦不费一兵一卒夺回了自己的根据地。随后，刘邦便问他的发小为何要造反。你为什么背叛我？而不过也是想听人尊一声主公罢了，是吧？不过是想听人尊一声主公罢了。听到他背叛的理由竟如此荒唐，刘邦气不打一处来，便将雍齿拉到主座上，满足他荒唐的心愿。主公大人在上，受刘季小儿一拜。你妈逼了吗？看着刘邦珍跪在自己面前，雍齿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但雍齿也知道这一跪后自己离死就不远了。随后，刘邦便来到大牢，面对这些背叛自己的人，刘邦恨得牙根直痒，便当即下令斩杀全部叛徒。好在张良及时开口阻止。如果有人把杨群赶进了田地，请你想想看，杨群会怎么样呢？他们当然要啃食良田，但是这是杨群的错误吗？处置雍齿，杀一儆百，足矣。张良的一番话让刘邦醍醐灌顶，于是决定对这些百姓网开一面，只惩处反叛的主谋。次日，雍齿就被押上了断头台。萧何罗列了雍齿的5大罪状。然而，就当雍齿要被砍头之时，刘邦还是顾念兄弟之情，没能痛下杀手，只是将他逐出了沛县。可桀骜不驯的雍齿仍旧很不服气。不杀我，你会后悔，你会后悔的。如今雍齿的叛乱算是彻底平定了，而他也该履行自己和项羽的约定。于是刘邦不做停留，将8000兵马带回了楚营，开始了他追随项羽的日子。而与此同时的另一边，兵仙韩信却还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。虽是贵族，但随着世道轮回，如今他已成为平民一个，更是穷得身无分文，只能天天在亭长家蹭饭。但久而久之的蹭饭行为却让亭长夫人十分厌恶，便经常恶语讽刺韩信，企图将他赶走。我家也不富裕，这顿顿吃饭多一个人的口粮，这不是要把你大哥给逼死？